大家早上好。啊，我这多了个会员呢，赶快让我给他发小番薯。小早上好，行。好，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和土拨鼠杂技的又一期联合直播。今天呢，我们主要想聊一下叫土鸡熔岩堆的故事。因为呢，最近在国内又有一个新梗，就号称是中国稀土嘛，最近因为中美贸易战变得异常的火热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这个话题里头呢，有一个副产品，就是这个土，据说是我们提炼了稀土以后剩了一堆的这个土，然后呢，说拿现在这个土元素去发电呢，够咱们中国14亿人用2万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找到了咱们这儿的这个工业航天军事专家土拨鼠扎基啊，土拨鼠扎给我们来讲一讲。大家好。这个对土鸡熔岩堆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先说这个土吧，土的原子序数好像是90，我记得啊，还是大概是这个。然后呢，它也就是说它有90个质子，这就是土这个元素，它也是属于重元素了。所有比铅重的元素都属于重元素，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土作为一种这个重元素，它在地球上主要有2种矿。那第一种呢，就是主要全是土，其他的没有。这种矿叫独居石，这种矿。第二种矿呢，其实是叫做这个稀土，就是和稀土伴生。那如果要是独居石的话，它里面的土含量就比较高，可能是5%到12%吧，都有。如果要是说稀土的话呢，相应来讲土含量就比较少，可能0点几到1%，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土这个元素出来之后，那么基本上没什么用，所以的话呢，以前就大家没怎么利用过，只是美国曾经在60年代搞过一个试验性的土反应堆，这是一块儿。但是待会儿再说土在那反应堆里能干什么啊？这是咱们今天的重点。然后由于中国是世界上稀土产量的一个大国，全球现在大概每年产35万吨的这个氧化稀土产品。然后呢，在提炼这个稀土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土也被分离了出来。那中国其实主要是这一类的这个土，就是还是不是去炼独居石，主要是中国出口稀土的时候，然后把这些氧化稀土等于就给这个就是提炼稀土的时候，等于就本身就土就剩下了。对。然后刚才说了，世界每年的这个氧化稀土的产量大概是35万吨，那中国呢在其中占24万吨，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关于土的情况。就是但是这个24万吨是氧化稀土啊，24万吨而不是土元素，24万吨是氧化稀土，这里面这概念得搞清楚，要不然待会儿介绍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困惑。这个24万吨里面，大概所含的这个土的元素的话呢，大概只有不到1%左右，大概是这样的水平吧。但即使是这样，也够咱们使2万年的。往后看吧，这个待会儿再说。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 PPT。OK，从第2页开始吧。了解。因为咱们今天要聊的是土熔岩反应堆，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先来搞清楚，就是说，反应堆这一块儿，我们现在说看到的这些反应堆啊，有好几种分类方法，然后呢，叫法也很多啊，有什么像这个压水堆，有什么沸水堆，有什么这个重水堆，然后呢，还有什么液态的金属冷却堆，还有气冷堆，还有咱们现在刚刚听说的这个熔岩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块儿的话，这个表格先看背景颜色啊，我分成了3种颜色，白的，然后 OK，灰的，还有深灰的。这嗯3种颜色里面，白色的呢，基本上属于叫做什么呢？不可增值的这个反应堆。灰色的嗯叫可增值，但是效果并不一定算特别好。然后深灰色的呢，这个属于就是比较适合做增值反应堆用的。什么叫增值呢？其实它嗯就是指啊，我往这个核反应堆里填充燃料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本身不是核燃料，它不可嗯那个裂变，但是它在反应堆里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它能变成这个可核裂变的这个核燃料，然后进行反应，这就叫增值堆。所以的话，大家能看出来，就是说下面最深灰的这个液态金属堆和这个液态燃料的液态燃料熔岩堆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最适合来做增值堆的。然后的话，重水堆、气冷堆和固态燃料熔岩堆呢，也是属于可以用来做增值的，可以用来做增值的。这个概念咱们也要搞清楚。然后咱所们谓增值还要搞清就是说我一开始放进去的燃料可能有问题，然后我需要加别的东西进去是吗增值就是指我放进去，我不需要放，不叫不需要啊，就是我可能需要放一点点诱发的燃料，诱发它？OK，发生核反应的燃料，然后后面我放一些不会发生核反应的东西。待会儿介绍的时嗯候就能说清楚了，别着急。，OK，就是嗯放一些，比如像铀238是不能够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嗯但是铀238在吸收了一个氦中子之后会变成钚239，钚239是可以用来做核弹的，它当然是可以核裂嗯变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等于增值就是，如果我是普通的反应堆，那我必须往里面放铀235，然嗯后才能做核反应，就是浓缩铀。我们所说的浓缩铀等于就是这个，就是放铀235。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是放到一个增值反应堆里，那么我放天然油就完了，因为天然油有99.2%左右的这个浓缩铀，有99.2%的浓缩铀，还有嗯0.71%的99.2%的这个铀238，还有嗯0.71%的铀235，铀235是可以做核裂变的，对吧？嗯然后铀235在做核裂变的时候，它会放出中子，中子打到铀238的时候，铀238就有可能变成钚239，那嗯钚239就可以继续做这个核反应了。所以的话，对于嗯，增值堆来讲，我只要往里面放天然油，就有可能得到一个持续就直接的反应。干活了。但是对于不可增值的话，那我必须得放浓缩铀了，就得放嗯浓缩铀，就3%到5%的浓缩铀了，这就是增值的概念。所以背景颜色这一块咱们解释清楚了，然后因为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熔岩堆，所以还得最底再引入下这个，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固嗯体燃料和液体燃料。实际嗯上，熔岩堆呢，既可以是固体燃料，就是说是我用这个燃料棒像以前的那核嗯反应堆或者燃料颗粒，这是一种，也可以是液体燃料，等于我把这些，比方说这些需要进行这个未来变成燃料的这些物质吧，嗯都给它溶解到一个液态的熔岩里。就比嗯如我把盐烧化了，或者是什么啊，就食用盐烧化了，那温度很高了，1000度以上了嗯啊，就是盐给烧化了，然后再把这些燃料和这个我未来可能变成燃料的物质给溶解到这个液态的这个盐里面，矿物盐里面，嗯然后来嗯，做这个来做这个堆芯的一些材料。它的好是，处呢，就是液态燃料这块呢，就是我因为是液态盐，所以的话，液态盐本身它可以做冷却剂，同时呢，这个冷嗯却剂里又含有了燃料，等于就是一个混嗯合的，既是冷却剂又是燃料了，是这样的一个嗯概念。所以话大概就是有这个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这个嗯也是要分清楚的。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普通的核反应堆，一般的核电站啊什么的这类的，咱们通常见到的核电站，那基本上都是属于清水堆，有非常少嗯量的是重水堆。那清水堆里面又根据里面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吧，
和压力的不同，那么可以分为废水堆和压水堆。现在主要的核电站基本上用的都是压水堆，大家基本上知道这个概念就完了。然后待会儿咱们可以结合前一张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压水堆和废水堆啊。然后呢，就还有像气冷堆啊，这个对气冷堆，然后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液态金属冷却堆，就是这个固态燃料的最后一行啊，液态金属冷却堆，这液态钠、等液态什么这些东西去液做冷却液。态铅、液态钠、液态铅、液态钠啊这类的东西来做这个冷却剂。主要呢就是差不离是这个意思，这就等于是使用固态燃料或者颗粒或者是棒状。还有呢就是这个液态的熔岩，液态燃料目前为止主要都是液态熔岩。是。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给大家还是先介绍一下，就是压水堆和废水堆吧。咱们回到上一张照片，上一张图。那咱们先看左上角的这个压水堆，然后这个颜色比较深黄色的这一部分，最左侧比较深黄色的这一部分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堆芯，就是里面有堆芯，然后控制棒都在这里头。然后相应的，我们看到红色、黄色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高压水。高压水的话，等于它是一个封闭循环，这是循环一。然后高压水在这里面，因为是高压，所以它不会沸腾，它就不会沸腾。它的温度可能是300-400度，差不离是这样的，但是它不会沸腾。然后水在堆芯被加热之后，就流到旁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罐子里。这个罐子呢，才是用来加热水，然后产生蒸汽去推动涡轮的这个真正去推动涡轮的那个循环水，这个就是二循环，等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压水堆和废水堆基本上有点类似。所谓的这个废水堆的话呢，等于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循环了，直接就去这个把水加热，直接就去这个驱动涡轮了。主要的差别其实就在这一点，所以总的来讲呢，咱们回到刚才的第三章这个就是表格的这张图。总的来讲，那么压水堆和废水堆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一个水是有压力的，所以呢它不会沸腾；另一个水呢是没压力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一般压水堆是两个水循环，一个是压水，还有一个是用来驱动涡轮的。另一个废水堆呢，一般就直接驱动涡轮了。主要的区别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像废水堆这种东西，会不会就把污染直接带出来了呢？那个废水堆出来的这些东西也要经过一定的控制，它是有一定可能来带出来的。其实咱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叫做土的这个熔岩堆。那在历史上，就是1960几年的时候，美国也搞过一个土熔岩堆，它就有点类似于它的结构，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废水堆。而中国搞的这个，在2021年搞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压水堆，差别是这样。刚才说了，主要的核电站都基本上是这个压水堆，然后有少量废水堆和重水堆。另外呢，还有的就是现在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这些潜艇，或者说像美国的航母这些核动力航母，包括法国的核动力航母，他们使用的都是压水堆。压水堆是现在基本上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压水堆不能增值，差不离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直接把这个核燃料棒塞里头。对，然后气冷堆、固态燃料堆、固态燃料这个熔岩堆、液态燃料熔岩堆，还有液态金属冷却堆，这几个堆都是属于典型的第4代堆了，第4代反应堆了。气冷堆是在7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英国曾经搞过一个早期的气冷堆，但是不成熟，后来就停止了。现在再搞的气冷堆相比的话，就是非常先进的气冷堆，因为技术的进步嘛。所以的话，现在的这个气冷堆和60、70年代英国搞的那个气冷堆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的气冷堆就全是第4代反应堆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服役的这些反应堆还是属于第2代和第3代反应堆。像中国的最早自己搞的那个秦山核电站属于第1代堆，中国在大亚湾搞的那个和法国一起搞的大亚湾核电站的1期属于2代堆，那后来的这个核电站基本上就都等于属于3代堆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刚才说了，压水堆它这个压水堆、废水堆都属于清水堆。它的冷却介质都是水，然后它的燃料都是固态的燃料棒，这个就是等于清水堆这块说完了。重水堆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冷却介质就是重水。那重水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它不吸收中子，基本上不吸收中子，所以的话，它对这个反应堆的影响比较小。另外，重水堆由于不吸收中子，所以在重水堆中，那么你的这些中子里面就有这些快中子，就可能达到，比如你要往里面放铀238的话，那么就可能把铀238变成铀239，铀238变成钚239，然后钚239是可以核裂变的，所以重水堆有一定的增值能力。将来印度现在也想搞土基的这个核反应堆，它就是准备从重水堆开始，这就是这样的一块。然后气冷堆我刚才已经说了，经过2种，一个是早期的，一个是现在的，这就不多说了。然后液态金属冷却堆呢，现在是美国比较感兴趣。其实美国现在准备在这个搞核火箭，还有去核动力的飞往火星的飞船，就准备搞这个液态金属冷却的，等于这是美国航天上面的这个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从这个倒数第2列这个小堆适应性上也能看出来，我给它的评分是2，就是它属于基本上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做小型反应堆和微型反应堆的。然后我现在收集到的材料说，最适合做小堆的其实是液态燃料的这个熔岩堆，土基熔岩堆，咱们待会儿可以继续看。对，是最适合小型化的。然后液态金属是稍次啊，差别是这样。看下一页吧。那下面这个就是说这个增值原理了。实际上增值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上面的这个等于给大家看的是铀238的增值，土232啊，这个是上面这是土232，它这个增值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土232吸收一个快中子，吸收了一个中子之后呢，就变成土233。然后土233的话呢，它的半衰期，它也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啊，它的半衰期大概是22分钟。很快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衰变的过程中，它就会变成钋233，就20多分钟，它就会变成钋233。然后钋233它的半衰期呢是27天，它会衰变成，这是经过一个贝塔减衰变啊，经过一个贝塔负衰变，变成铀233。铀233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可核裂变的这个放射性材料，就是比铀235还要好。但是由于铀233的含量实在是太少，很难直接得到，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没有用铀233来做核弹或者说核反应堆的这个燃料，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把土232经过吸收中子之后变成铀233，然后呢再由铀233来发电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应该还是挺好的。就是说会有一个，就是可以，因为至少土的量大，油的那个铀235的量少嘛。我现在说这个油要强调铀235啊，因为实际上在地球储量上来讲，土和油应该差不太多。但是呢，由于铀235里99.2%只有0.7%有用，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就能说可参加核裂变的这个油的含量是不高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能把土变成铀233，那还是很经济的一件事儿。
是这么一个过程。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待会儿我可以再详细的说，后面会介绍。那么我们就是前面看到，比如伊朗玩这个离心机，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个铀235从铀238里边要分离出来？是干这么个对事儿吗？对对对，就然后是干分离。就挨了以色列和美国的炸弹了。他那个还属于非常原始了，就玩的太低级了，那是第一步，属于比方说这是他现在就等于分离出来了，提纯到了，咱们可以算他进小学了嘛。那现在讲的这个基本上是大学的水平了。OK，就基本上是等于大学水平。我们绝大部分的从地里挖出来的铀矿是铀238，然后这东西呢对，其实也没法使。然后分离，他比如说没法使，我们是把它他没法使，他对没法使。分离成铀235了，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可以发电，或者纯度足够高就可以去扔核弹了。对，为什么 OK，说然后你他没法去造离心机，或者说比如说这种非核国家，我们就不允许他自己造离心机，我们必须说，哎，你买我这个给你分离好的，对吧？你要自己造离心机，万一玩坏了呢？对吧？差不多吧。对，那铀233然后呢，就属于是含量更低，但是呢，更适合做核弹的一个东西。铀233的自然界含量你几乎提炼不出来，几就是乎没有啊。现在大学水平的国家也提炼不出来，太少。OK，最关键的是，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是你得有这个初始的这个条件，你得有基础，是，没有基础的话你就玩不下去。玩不下去这事儿。就是你得有快中子，对，你得有大量的快中子。所以的话，我刚才就是你打断了我一下，就是说我说钋233变成铀233，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下面会讲。我现在先简单的跟大家先说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钋233变成铀233，它这个半衰期啊比较长，是27天。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还是在把钋233，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堆芯里面嘛，所以的话，如果在这个堆芯里面，实际上还是有大量的中子存在的。如果这个钋233吸收了这个中子的话呢，那它可能会变成钋234。钋234经过一次阿尔法衰变，就会变成 R220。R220就不具备这个核裂变的就废了。能力了。对，然后呢，R220也能衰变，最后衰变成铅208。但是所有这个过程就和核裂变没关系了，所以待会儿咱们再讲，这恐怕是一个做这个土熔岩堆需要注意的事儿。这个就待会儿再说了。然后下面这个我就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说铀238那吸收中子以后变成钚239，经过一系列过程吧，然后钚239再发生核裂变反应，那就是钚原子弹那个了，那个以前都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这就不多说了。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咱们上一页讲的所有这些增值堆，都是可以去做核弹原料的？对，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了解，就是清水堆是没法去做核弹原料的，只要是从重水堆开始到后边什么土基熔岩堆，都是可以产生武器级的核燃料的。对，重水堆实际上就已经可以了。当年朝鲜当时那个核研发还受控的时候，就本世纪初的时候，一直想搞这个重水堆，然后呢，国际上最后不许他搞，就援助了他一个轻水堆。那个我当时去朝鲜旅游嘛，本世纪初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朝鲜的导游还在问我这个事儿，说为什么国际上可以让我们搞轻水堆，不让我们搞重水堆？我就说，因为重水堆你可以生产核原料，可以生产钚239这类的核原料，所以的话，国际上是不希望的。但是轻水堆你是没有可能去生产核原料的，所以的话能够同意。了解。像日本现在是不是有重水堆啊？日本有，但是很少，好像有少数几个。主要还是轻水堆。是因为很多人说日本是以它的技术能力可以闪电般的造出核弹来。对，有可能，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的确是对，因为这样。现在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神秘了。对，基本上对于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讲的话，对于原子能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讲，这就没什么了。但是，嗯，然后对于那个什么来讲的话，对于比如像朝鲜、这种刚伊朗，刚起步的国家，那就完嗯，就全不一样。费劲了。嗯。了解，我们继续。OK，那下面我们就是前面也反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液态土熔岩堆，其实这个美国在60年代就开始研究了。嗯，当时在美嗯，国的那个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就试验了一个这个反应堆，叫 MSRE，就是英文的缩写啊。这个液态的这个熔岩反应堆，实验嗯，性的液态熔岩反应堆，是几个它的一个首字母。那嗯，1964年建成，好像到65年还是66年实现了完全的土循环，然后嗯，呢，到这个69年，这个停机了。差别嗯，是这样，我在这里面说，它这个液态土的一个堆啊，它要怎么启动？它呢，启动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先往里面放一些铀235浓缩铀进嗯，去，然后嗯，先让这些浓缩铀发生裂变反应，这样才能让反应堆里产生足够数量的中子。因为前面嗯，提到，就是说土232必须要吸收中子才能变成土233，然后变成这个铀233。所以的话，嗯，最开始的时候要有足够多的中子，先把这个一部分土变成铀233，然后当嗯，铀233发生反应的时候，那么铀233发生反应的时候，它也会释放出中子，而且嗯，平均来讲，就是说这个一个铀235的原子核裂变的时候，大概释放出2.3到2.4个中子。那么一个土原子核变成铀233之后，它能释放出我看到有不同的数字啊，多的少的说是2.5个，多的说是2.9个，大概能放出2.5到2.9个中子，就是说它放出的中子比铀235还要多。所以当你这里面这个铀233的含量足够高了以后，那么嗯，即使这个铀235已经消耗完了，仅凭剩余的铀233也能够维持你堆里继续的跑下去。中子的数量了，可以让它持嗯，续下去了。所以的话，它的启动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嗯，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左侧的这个MSRE 美国的这个堆，红色的嗯，这部分呢，就是这个堆芯，就红色中间嗯，的这单个这个罐子啊，就是堆嗯，芯。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管路连到左侧下方的这3个罐子，那是一个应急部分，就是说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的可以呢把这些溶解了这个核燃料的熔岩给放到这个红色罐子里。这样的嗯，话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的好处就等于是不会把堆芯给烧了。你像福岛核电站当时就把堆芯都熔毁了嘛。那嗯，如果要是说能有这样的话，那它从安全性上就比较好。这就是嗯，这个美国这个堆的当时设计的一个优势啊。实际上，中国后来也采用了这个设计方案，我们待会儿再说嗯，右面这个图啊。那基嗯，本上是这样子。然后等这些熔岩流经一个热交换器，就是我这个左侧这个上面这个图，我们看到标记2的这部分，那它是一个热交换器，然后这个热交换器再去带着水，然后来带动这个汽轮机，然后进行这个核反应，进行这个发电，就是可以用来嗯，发电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整个过程，我就说有点像刚才的，咱们回到第2张图吧。回到第2张 PPT，对，就是上方右侧的这个压水堆，这就是有点类似嗯，于压水堆这个情况，它是单循环嗯，的。像废水堆行，吧？
像废水堆，像废水堆，像废水堆，说错了。对，然后呢，回到这块儿，这就是等于美国的这个 MRSE。那它当时的时候，它等于功率呢是达到了7.4到7.5百万瓦。那它的这个运行时间呢，到69年的时候它就关闭了，然后后来等于就没再发展，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技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相应来讲，那个时候熔岩堆可能对当时的技术来讲还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的话，美国还是继续发展其他的这个反应堆了。那中国呢，这个核反应堆就是熔岩堆这一块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2011年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等于任命了谁呢？任命了这个江绵恒，就江泽民的那个长子啊，做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熔岩堆项目的这个首席科学家。然后呢，准备在中国也开始搞这个熔岩堆的研究。2011年，同时呢，这个中国科学院的这个熔岩堆项目就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展开合作了。然后就是专门就是熔岩堆这个项目合作。14年的时候呢，江绵恒还专门去美国考察了这个美国的就是橡树岭这边进行了一相应的考察。然后当时就计划在2021年开始在甘肃的这个武威民权县来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试验性的这个土熔岩反应堆，液态的液态土熔岩反应堆，也就是咱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上方右侧的这个图。那右侧的这个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反应堆，左侧上方这个灰色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堆芯。然后呢，堆芯之后呢，它等于经过2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呢，就是液态的这个土元素，液态的这个盐吧，熔岩，在这里面流动，经过的上方的那个热交换器进行交换。然后呢，换完了以后，外面的热交换器外面应该是水这类的物质。水的话，或者是也是一些液态盐，然后经过第2个这个热交换器。然后留在第2个热交换器里面的这些管路里头的，应该就是水了，然后可以带动轮机进行发电。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反应堆。核电站最后还是要烧水，还是要烧开水。对对。然后中国的这个堆，它实际上是就21年开始建吧，22年还23年建成。到24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一次这个在线的更换核燃料，就是液态，这也是液态堆的优势，就我可以不关堆，直接把这个核燃料就给它用了差不多的这核燃料给泄出来，同时往里面注入这个新的核燃料进去，就可以在线换核燃料。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等于液态堆。前面已经说了，液态比较适合小型化。所以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的时候，还在甘肃武威建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叫做 LF1，然后呢，未来的这个就叫 LF1 就是 liquid，L 就是 liquid，然后这个1表示它是实验堆。那正式的 LF 的话，就是准备真正实际应用了。是，因为我现在看到讲的是我们用的这个叫做实验堆，实验堆呢是200万瓦还是什么？它反正是这样的一个200万瓦，200万瓦。对。然后下一个要建的应该是1000万瓦的叫验证堆，然后等验证堆2030年建完了以后呢，才有可能真正的进行商业化的使用。说2024年我们应该是做了叫全功率输出，就把这200万瓦整个都全功率跑起来了。对，而且换了然后正式的就应该是在2030年以后开始去做商业使用的一个技术。对，这就是一个规划。它最后应该是到1000，应该是1000完了，应该是1万，就是应该是就是应该是1000现在是2嘛，然后是10 megabits mega，然后是
100 mega，大概是这样1亿瓦的这个就是可以商用了，就是到这个1000万瓦的这个还是不能商用的，就是再验证一次，然后再去造更大的。它是这样啊，那个首先我先跟大家道个歉，我这个表格下面这一块儿有点写错了，就嗯是这个TMSR 最后一行 TMSR 减 LF 这块儿嗯最后的使用场景我写的是大型电站，这个嗯，写错了，这应该是小型电站或者说是，小型的应用。然后嗯这个倒数第二行 TMSR-SF 就固态的这个堆，嗯，应该是大型电站，刚好大型的，OK，写反了。刚好是，写反了。所以的嗯话，实际上就真正大型堆的时候，恐怕还是要用这个固态的，就嗯使用类嗯似废水堆这样的嗯嗯压水堆这样的结构。，OK，了解。嗯，是这个有人说只关心电价会不会降，这个我猜还会涨。这个电价的事儿待会儿再跟大家讲啊。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在很多的省市开始出现负电价了，当然这个负电价并不是到我们个人身上，而是说我们现在在很多省市里建这种叫电力交易中心，那个里头呢已经开始就是每年会有那么几天出现负电价，就是你用了电以后你得倒找人钱，对，但是到我们手里还得老老实实交电费啊。对。不过中国的电费我觉得还是比较低了，我去了那么多全世国家，界咱们算还是中便宜的，国电费，对，真的是很便宜了。是是是。那么继行，续，那继续吧。嗯下面这个表格主要就是说是这个液态熔岩堆和清水堆的这个比较。就清水堆前面已嗯经说了，包括压水堆啊、废水堆啊这类的，就最嗯常见的核电站都是这些做的。嗯那首先的话呢，就是燃料的状态呢，就是液态燃料熔岩堆的话，那它那个燃料是溶解在冷却剂里面的。嗯那固态的呢，那就是棒状的。刚才已经说了，液态的最少我已经介绍了它2个优点了。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在线更新燃换，料，对吧？要对，燃料棒的话，你肯定不能这么做。然后第就是燃料棒，二个呢，我得把就是机器停说什么呢？下来是吧？还是停下来完了以后再把这个棒子拎出来，再把新的塞进去。对啊，对啊，那个你得停啊，是吧？嗯，你停的时候，你得想别的来替代啊，是吧？是，因为你用电基本上那规模在那儿呢，你得有替代。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如果要是出现了紧急的问题，固态的，比方说冷却水啊什么的不够了，那这个堆芯可能会熔毁，对吧？对，然后呢，福岛就如果干过这个事儿。要是对，液态熔岩堆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你那个 嗯，你的冷却剂和你的这个燃料是在一起的，按比例混合的一种溶是，液，所以的话呢，你那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出现危险了，我把这些整个含燃料的冷却剂给泄出就行了，嗯。这是这一块儿。所以，对，我看到的介绍是说，这个液态熔岩堆里头有一个叫自溶解阀儿的东西，就是当你温度超过多对少以后呢，这个东西就化了，化了以后，然后那个盐就直接漏出去了。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图，往上一页，往上一页的这个3个蓝罐子上面这个就是。啊，这个上面那小蓝块儿就是就是等于那就是溶解阀儿，你就是起就是这个作用，对，太热了，我就直接把溶解阀。它化开了，然后就把这个燃料泄到底下这蓝罐子里完事儿了。对，实际上这个嗯，在美国的那个 MRSE 里面也有也有，，MSRE 里面也有，对，对，因为他讲说像福岛这种事情呢，就是你一旦整个堆停电了，它就没法整了，因为它没有散热系统了。但是呢，像这种对。熔岩堆呢，你停电了，你再热就自己把燃料泄了完事儿了，就跟其他人对，没关系了，它不怕停电。而且呢，就是说福岛就是说那个你不管是压水堆还是废水堆，它工作压力比较高。这嗯，个熔岩堆的话，它工作压力相对是常压的，就是这是常压的，低了。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废水堆、压水堆，恐怕那个温度也就是300度左右，也就是大概在嗯，300度左右。是，熔岩堆的话，温度最少可以700-800，我这儿写的是嗯，往下一页，往下一页，最少是可以700-800，嗯，那高的话可以1000多度呢。
未来，嗯，可以到1000多度。所以的话，这个温度越高的话，那它这个出口温度越高，热效率就可以越高。所以是的话，这一块儿也是，这就是，所是基以本上它说它小型化也是因为它没有外面的压力壳儿，它就可以变得小一点。对。嗯，然后呢，就是安全性高，熔岩堆这个熔岩堆刚才已经介绍了，然后增值能力强，前面我也已经提到了，然后嗯，刚才说了可以在线换燃料，那也就可嗯，以在线进行核废料的处理，就等于我换是，下来一点儿处理一点儿，而不像嗯，这个普通的这个清水堆这样的，我得停堆，然后呢把这个罩子打开，然后把这个核废料抽出来，然后嗯，再装进新的去，就是等于这些事儿是。就都少了。嗯，对，我看到还有一个介绍是这样，就是就算出事儿了，你比如说清水堆剩下的这个核废料呢，大概是需要10万年才能够衰干净。然后呢，这个土基熔岩堆就算出事儿了呢，它大概300年这个就干净了，就是它可能自己嗯，衰变得很快，然后这个核燃料自己净化的这个速度就是废料吧，净化速度就很高。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不嗯一定全面。就是说，首嗯，先你核堆开始的时候，你工作的已经说了是要有个油堆来把它要先放一些油来去这个启动它嘛，是，对吧？对，然后，铀233衰变的过程中，多数产生的这个衰变，就是衰变产物的，就裂变产物的这个就是说半衰期是比较短的，但是也有比较长是，的，这个可能要嗯，更综合的一点儿来评价。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嗯，不可能会不是那么有点科学哈。儿片面，有点嗯儿片面吧，嗯。大概是这样。对，咱们看下面所以这一页。就是很多人觉得它特别棒的一个原因了。现在我看到它的主要缺点是高温熔岩，特别是这种氟化盐，腐蚀性很强这个东西。对对对对，氟化氢也是很腐蚀性很强的嘛，这个是对，要你的容器的材料科学、容器管路你都要解决的事儿，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对，如果这个解决不好，恐怕不行。是。那我咱们往们继续。下一页。下面一页这个稍微简单点儿说吧，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要是大型的熔岩堆的话，恐怕还得是这种固体燃料的这个熔岩堆。所谓固体燃料，就是，等于我还是得把土变成燃料棒了啊，它就有啊，点儿类似于这个什么，前面的这些核反应堆，就我前面介绍的那些什么压水嗯，堆、废水堆，有点类似于这个了。所以的嗯，话，这个的它主要的这个运行优势呢，就一个还是这个常压，就压力的事儿。然后另嗯，外一个呢，是它的还是这个出口温度的问题。就出口温度嗯，一高的话，它的热效率就会很高。另嗯，外呢，因为它是常压，然后所以它的这个安全性也相应来讲比较好。但是前嗯，面所提到那些在线更换燃料啊，在线核废料处理啊，这类的，呃，就是没法实现了。这个就和其嗯，他的核反应堆一样了，等于这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固态的嗯，熔岩堆。嗯。是。那我们继续。下面这块儿主要是聊一下这个，就是说土和这个熔岩的这个产量。哎呦，这个因为我是用这个 Canva 做的，所以的话嗯，到这个 PPT 里面都有一些变形了啊，当时没注意，没事。不好意思。他这儿写的这个就是说，铀235现在的铀的产量，那个中国大概现在是每年1800吨，不是铀235啊，嗯，就是铀产量，是以油产量。金属铀，就含有99%几的这个铀238的金属铀，中国的嗯，铀产量大概是1800吨，但是由于中国现在大力发展核电，所以的话，在嗯，2023年，中国的这个金属铀的年需求量就是11000吨，所以这些大部分都是进口的，都是嗯。进口的。然后我们找相应的，谁买的东西啊？
你在很多像是俄罗斯啊，像什么这些国家都可以出口啊。中国是在法理上是拥核国家，我们是然后如拥核国家，果要是谁卖给咱都是合法的。对啊，然后实际上，世界上出口油比较多的，像加拿大、像澳大利亚都是出口油矿，出口的比较多的。中国也可以自己直接进口油矿来这个什么呀，来自己来提炼啊，这些都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土的话呢，中国实际上它的土现在的土是产量大概是3000吨，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土产量的3000吨，并不是说是我专门为了去产土而得到的土，而是因为中国前面已经说了，是提炼这个稀土有的时候，那么土是金属土是一种副产品。实际上是这样的，那是中国大概也说了，大概每年是24万吨的这个氧化稀土出口嘛，氧化稀土的产量，那么这个大概能够产生3000吨的土，这是目前的情况，然后基本上是这样了。所以我还介绍了这些中国目前的这些土用的都是土含量很低的，这个等于是和稀土的伴生。如果要是真的想炼土的话，比较经济的实际上是用那个独居石来提炼，独居石里面含土大概可以从5%到12%，大概可以到这个水平。行，往下一页吧。铀233核材料的缺点。对，铀233作为这个放射性核材料，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看它。就等于前面介绍了很多都是它的优点嘛，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铀233作为放射性核材料，那它有什么缺点？关键就是要看它的，也得看清楚，就是更全面的看这个问题嘛。所以的话，首先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铀233的放射性很强。我们知道啊，铀235的这个半衰期是7点几亿年。铀233的半衰期只有16万年，所以就是说，这个它在自然状态下会发生这个应该是阿尔法辐射吧，我记得，会发生辐射。那这些辐射的话呢，等于由于铀233的放射性，这个半衰期更短，就比这个铀235短了将近这个5000倍左右吧。大概短了5000，只有铀235的5000分之一，所以，大致它的放射性会比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铀235更强一些，这是铀233。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还会有可能产生铀232，就土变成铀233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土232，在铀233裂变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铀234。那铀232它的半衰期就只有大概70年吧，69年、70年这样的水平。铀234的半衰期相应也不是很长，所以的话呢，这两种元素它的放射性也是更强的，所以放射性防护会非常重要。那第三个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钋233，在这个因为它的半衰期是27天嘛，在这27天里，它正常情况下，钋233会发生自然衰变，然后变成铀233，就放出一个这个吸收一个电子，变成铀233。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如果要是钋233是被放在一个充满了快中子的环境中，钋233可能就会吸收一个中子变成钋234，然后钋234就会发生这个阿尔法衰变，放出一个氦核出来，然后变成 R220，变成铅208，这个就会影响整个这个核反应堆的效率，因为不能核反应了嘛，不能核裂变反应了。那这个比例是多少呢？钋233
在这个它的半衰期是28天，它要自然情况下，它要27天才能衰变成铀233。这27天里，如果它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充满中子的这个环境条件下，那大概会有97%到98%的钋233会衰变成这个钋234，然后到 R220这个过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些钋233给它抽离这个充满中子的环境的话，那可能27天之后剩下的就没有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吧。所以左边这张图就是还是咱们前面看到的中国的那个土基这个土熔岩反应堆的这个图片啊，结构简图。但是因为这是结构简图，我觉得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藏着掖着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右面的图。右面的图对比左面的图，主要是在左侧这个反应堆灰色的这个部分的这下面呢，我给它加了一个小方块，等于引出了一个支路。那这个支路的作用呢，它其实就是把你这个反映出来的这个熔岩啊，里面产生的钋233先停在这里面，停到这个罐子里。我把它这钋233给提炼出来，停在这个罐子里。放在这儿没有中子，大量的中子的一个环境，让它放27天，或者说放更长一段时间，让它里面大部分都变成铀233之后，我再把它注入回这个反应堆回路里。它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在结构简图上可能它就没给你标出来，可能啊，我没有看到报道，但是理论上讲，它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在这里面。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转化率更高，让铀233的转化率更高。这就是我的一个设想。但是中国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因为熔岩的温度很高，这么高温的情况下，然后那个你把里面的这个里面的钋233给提炼出来，能不能做到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其实是这样的。行。这是铀和土的产量啊，储量，还不是产量，是储量。对，下面就基本上能看出来了，就是说首先世界的总储量和土和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数据我估计这是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这个提供的时候，它这个土储量可能是只是这个独居石这类就是含土比较丰富的这个数据啊，因为现在老说什么世界土储量是铀储量的10倍啊、几倍的都有，各种说法都有。但是 IAEA 真正给的其实是这个数据，所以我估计可能它是指的是就是独居石这样含土比较丰富的。所以的话，我们能看出来，中国的这个土储量铀储量实际上还是不算很多的，只有13.3万吨，排在世界的第10位左右。那储量最丰富的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很多这个进口，然后出口最多的应该是加拿大，就铀矿石出口最多的是加拿大，所以中国估计是要从加拿大进口大量的铀矿石来提炼这个铀，这是一块。然后土的话呢，从这边也能看出来，中国的土的储量要比这个铀的话，在世界的排名要好很多。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中国的稀土产量非常高，中国大量的，因为现在不光是中国稀土储量丰富，而且中国稀土的生产技术啊什么的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的话，中国其实还大量的进口稀土矿石什么的，然后用来产稀土。就是23年的左右，还从土耳其还是从哪儿还进口了9万吨澳大利亚吧，好像是澳大利亚吧，还进口了9万吨这个稀土矿石，然后用来提炼。所以的话，等于是这个情况。行，我们往下一页看。
现在这个就是等于给大家就是讲一讲这个中大家国的这发展到什么样个了？对，美国的60年代64年建的那个反应堆就不说了啊，就是现在等于60年代美国建的时候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嘛，所以它等于是一种国家行为。那现在美国在搞的这个土熔岩也在准备建设相应的反应堆，这个就是等于已经军民融合了吧，用中国的话讲，就是民企准备来开发这个了。那么还是属于方案论证阶段吧，这是美国。印度前面已经看到了啊，咱们回到上一页。土含量第一。对，土储量第一。土储量第一。对，所以的话呢，印度的本身它这个油储量世界排不上号，然后土储量是第一，所以印度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土变成铀233，然后来做这个核反应的，来做它的核反应堆的燃料的，所以它准备要大力的发展这个土的这种增值反应堆。是不是有个问题呢？因为印度属于是就是不被承认的拥核国家。对，有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还好吧，它属于那种排在5常之后的第1位、第2位的了，对吧？它是5你说我常之后，们能不能它用以色列的方式说，哎，你干这事儿，我把你打一遍？反正他现在不合你要法嘛，就是硬国说也可际社会不承认他嘛。对啊，这个只要不承认它，因为你只要做土反应堆，你就可以做出这个铀235、铀233来。那我们说，哎，你干这个事儿了，我们就上去把你摁一遍。但那人家都核爆过了，人家已经公开宣称核爆过了。对，宣称了，但是现在国际上不认嘛，就是它属于是就是地下拥核国家嘛，是不是？也不算地下了，它是就是说，伊朗从来没承认过自己做过核爆实验，对吧？现在你以色列的实际上都没承认。你像现在真正除了这个5常之外，然后承认自己承认自己已经做了核爆实验的，应该只是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这3个国家。就虽然国际上还没算它这种叫做拥核国家、合法拥核国家，但是这3个国家都已经公开宣称我那个核爆了，进行过核爆了。所以的话，如果要是你非说这个现在你搞土这个循环，我们就要去打你，那我当时核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呢？逻辑上也不是特别站得住脚。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拳头大是逻辑。对对，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是。往下一页吧，最后一段说点我本行。OK。最后一个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 NASA 搞的这个 Kilo Power 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就是美国航天局准备用来未来的这个航天器上核动力这个堆芯，准备实际上就是要用这个，而且准备大概在2030年左右就要试验，然后这个堆芯将来可能会用在美国在月球的基地，就月球基地用这个堆来给它供电啊，提供能源。然后呢，包括用在这个去火星的飞船上用来做动力的，就是准备用这个东西。然后前面也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用液态钠来进行冷却的，所以它属于液态金属冷却堆，它也是非常适合小型化的，就液态金属冷却堆。然后呢，这个核反应堆这些产生的热，咱们也在地面上都是说想发电就烧蒸汽是吧？烧水。对。但是在这个太空怎么办呢？太空它等于是用的斯特林发动机，所以我们看它这堆顶部啊，看右边这个图，顶部这个中间右侧中间这个几个小蓝的这些管子，这就是一些斯特林发动机。那斯特林发动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靠温差，然后产生机械动能，然后呢就可以发电了，就是这么简单。整个这个结构其实是这样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查一下。但是你发了再多电，你还是要把物质喷出去吧？没有喷出去的物质了。
那它怎么没有加速呢？喷出去的。这种加速的话，实际上可以有2种方式，一种是核热火箭，那就是我再带一个氢气罐，然后靠那个把氢给加到很高的温度喷出去就行了。嗯。就是加热气体膨胀，对，就是这还是靠这个。喷东西了嘛。对，第二这个就是只靠热，这就连电能嗯。都不用了，就是嗯嗯。只用它这个堆芯就够了，连这个斯特嗯。林发动机都不用了。第嗯。二种呢，是我要用电，然后呢，嗯。用现在类似于这个叫做什么离子推进器，霍尔嗯。特发动机的这类的原理发出来的电，然后给那些比如还是带着一罐氢气啊，然后呢把它电离成氢离子，然后用电能进行电磁进行加速，然后把它射出嗯。去，这就是卫嗯。星上用的这个。然后用核热发电，核热推进的话，前面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因为我就一个堆，然后嗯。有一罐氢气，堆的热量把氢气加热喷出去，这就完了。嗯。这个结构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喷出去的这个喷气的速度还是受限，一般来讲嗯。就是每秒10公里，每秒20公里，这基本上就是极限了。所以它的这个比冲还是比较低的。如果要嗯。是把它我说的就是说用这个反应堆，然后呢这个热能通再过发电了。斯特林发动机，然后再发电机嗯。发出电来，然后这样加速的话，那我现在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排出去的这个氢离子的速度达到就是50公里、60公里每秒，就现在的技术水平就能达到这个，嗯嗯至少。那么未嗯来可能是100公里到200公里，如果这嗯个常温超导实现了，那还能更高，可能嗯能到上嗯。千公里，那就是对，比冲就会等于成倍，了解。甚至几十倍的往上提了。这样嗯，的就是我们话效果会还是更好。喷东西，只是呢喷得更快了。对对对对对，嗯。用核电的话就会喷得更快，所以的话，它这个反应堆，其实是这2部分，对，大概是这意嗯。思。如果了解。中国的这个这个土基的熔岩堆真的能够成功的话，那做成这样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原理，然后直接用来做中国的，比如火星飞船啊，或者是什么的动力，或者嗯，这火星基这个我地啊、觉得月球基地的动咱们力。先去造航母，造这个什么吧。现在我看到是说有准备拿这东西造集装箱船的，拿土基熔岩堆去造这呃，个集装箱货轮。我一直就在说，这个用来做货船、用来商用，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别忘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是，嗯。刚才已经提了，它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其嗯。实是更强的，所以你要不泄嗯。漏还没问题，一旦泄漏嗯。风险还比较大。最是。少我知道，像是新西兰是绝对禁止，就是任何核动力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进港的。所以的话，嗯。美国那些核动力航空母舰、核潜艇什么的都不能到新西兰去做补给嘛。那这嗯。个你这些船肯定是去不了新西兰了，还有很多国家也嗯。是不允许的，这是目前就能 OK。知道的，对吧？是。而且那还是国家的军舰，像如果要嗯。是商用的港，有几个允许核动力的船只来的，那嗯。恐怕也有很大是。的限制呢。是。嗯。嗯。对，然后后面的话，我们稍微讲一点儿经济上的事情啊，因为，在未来大家去做 AI 以后，其实真正限制国家发展的就是电力，就是你到底有多少电。现在特朗普就说我们发电去啊，我们烧油啊，他特别逗说我们烧油烧煤啊，我们去发电啊。然后呢，像现在山姆奥特曼啊、比尔盖茨这帮人呢，都在投资这个核聚变的这个电站，就是一些这种新的创业项目都是做核聚变的。那么现在比如说，因为本身中国的发电量就是美国的可能2点几倍，甚至快到3倍了。而且呢，这个还是发电量，还不是装机容量，就是我们的装机其实有大量是闲置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已经领先了呢？然后再加上这种土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到2030年以后开始逐渐的商业化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已经把电力的问题解决掉了？我觉得能源永远是短缺的，永远肯定不能永远短缺。够说对，OK。能源永远是短缺的，所以的话，
应该说解决掉解决不掉，永远存在。嗯只不过就是有了以后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肯定的。就我们嗯你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说钱永远没有够花的时候嘛。，OK OK。对，因为我刚才在开始直播之前，其实我是在查很多资料。因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发展了电啊，这个太阳能，然后发展了这个风电，但是这些东西呢，包括像水电，都是有季节性、时效性，就是说，你比如太阳能白天有，晚上没有了；风能啊，今儿这个刮风的时候有，不刮风的时候没了。水呢，也有这个枯水期和这个，比如说汛期，对吧？那么为什么好多人就去发展这个火电站呢？这玩意儿就是随时需要我就随时点，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关了，没关系，对吧？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装机冗余，实际上都是装的这种火电站，就是你比如说白天晒太阳了，晚上我就把火电站点着了，然后去这个接着发电去。然后这个比如说有风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风电，没风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火电站点着了，接着去这个发电去。那么核电是不是它就属于是我只要点着了，它就一直在那发电？对，核电是啊，所以的话就是说，你的整个布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部分固定消耗，对吧？你的电有一部嗯分固定消耗，就最理想的布局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固定消耗，我都用这嗯种也是稳定的、长时间稳定发电的这个发电站来给嗯，你提供，就水电或者是核电，你所有这些稳是，定的，然后我还有一些峰值电站。对嗯吧？然后呢，你比如是晚上这个高了，那我可以用白天太阳能发电，然后再加一个储能电站，把电储下来，嗯，晚上给你提供。等于是，然后是，还有一些这个屏风的，整个布局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嗯。这样的布但是现在局才是中国应该是储能这比较好的。块儿发展的很慢。对，储能的话应该是相当慢了。前一段时间说借助于电池的产量，中国电池产量不是也是世界上很淤了，高的吗？对，嗯，对啊，来产准备建，能过剩了，但是那个可能并不很经济，这个你得考对，虑经济的事儿，并不是。经济。现在的储能电站应该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实验模型，什么这种，吊砖块儿的，啊，或者是储水的，比如说把一个水这个有电的时候从底下抽上去。现在还有一种是叫做地下压力容器的，就是这个等于在地底下建一大钢罐儿，然后那个有电的时候就往里打气儿，然后这个等到没电的时候再把这气儿放出来发电。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但反正我觉是，得就是把这个怎么想清楚吧，就是，嗯，呃，等于一个就是基本消耗这一块儿，首先就是得靠这嗯，些像是水电啊、核电啊这些来稳定，然后呢，还有一些峰值的该怎么处理，这个嗯。还是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仔细考虑对，一下。是的，因为电这个东西就属于发出来呢就发出来了，这个你没地儿存去，或者存起来这个过程很费劲，对，所以而且存的这个过还是得程消耗很大。对，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得看，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所谓的说这些中国的土含量够中国用2万年，我觉得，嗯，最少你低估了发展速度。我反正相对，就信的啊，是以现永在的这个远是这种。用电量来算嘛，对啊，对，那你发展，你肯定不能以现在的呀，你要以一是因为个相你真的把这应的快个算力速发展。中心都跑起来的话，那肯定是耗电量要大的很多的。对，人的生活水平也得提高啊，生活水平越高，嗯，你的用电量也越大呀。你比如现那这在个你的怎么说呢？它没耗电量，有办法说我们很精确的同步提升。像北京呃，以前搞过那个什么叫点亮夜空活动，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电多了还是什么，就反正晚上要求所有建筑物开灯，这个要把嗯，这电都烧掉，然后还看着很漂亮。对啊，实际上美国不也都要求，纽约什么的不也都要求那个办公室晚上不许关灯吗？它可能嗯，还但是有其他的美国还是一些会停要求。电的。对，是这意思。中国，反正就是说是差不离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啊，就是嗯说你的电的消耗肯定随着科技水平、生活水平各种各样的这些的提高，你都会有提嗯升的。电的消耗量肯定嗯，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不用是，太想。你最少，我觉得最少，假设你说每年发展5%，那我的用电消耗量基本上也要增加5%。我觉得，这个考虑这个并可能后边不过分。还是会更极限的发展，更极限的发对。展。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应该也在尝试向中国周边的国家去卖电，就反正我把电发出来了，你们用吧，而且还很便宜。对，中国好像卖给泰国的电是4毛多钱，然后我在泰国那会儿用的话，大概是7、8毛钱吧，大概是这个钱。对，泰国、越南，然后据说我们还用什么海底电缆向新加坡供电，这个我就不太了解，这种东西能传那么老远吗？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损耗嗯，会太高了吧？是是是。是不是经济啊？因为超高压输电这一块儿呢，我们自己因为国家本身也比较大嘛，而且发电的位置也不是很均衡，就是用电的地方跟发电的地方其实离着挺远的。那么就是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折腾这个事儿，因为全世界现在超高压输电这一块儿的标准基本上都拿中文写的，就是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你说我现在想整一个超高压输电的这个东西，学中文吧。是，而且它是这个意思，就是嗯新加坡的用电基本上应该全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连印尼的都少。嗯我知道的啊，就印尼和新加坡也挨得很近啊，但是印尼对，都少。它有一块儿不是割了印尼一块儿租回来使了吗？那不叫割，那就是花钱买的，就租的吧？啊，是那个买的吗？还民丹岛。是租的？花钱租，租嘛，对，99年使用权，那是新加嗯。坡的后花园儿号称是。嗯，我们周末是，有的时候反正过去一趟。嗯，是，但是所以现那上面在这个电的问题呢，因为中国现在是在各省去建两种东西，一个呢叫做电力的交易中心，它等于把电这个东西呢像期货一样去买来买去的，然后做这个叫隔日的电，就是明天的电我今天先开始出价去买，然后呢，当时的这种临时的电我们也会去买，然后最终呢，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火力发电站这个东西不是说像个开关似的，咔嘣就开了，咔嘣就关了。它有时候呢会提前开一会儿，或者是晚关一会儿，然后导致这个电就淤出来。然后另反外一个东正西呢，就是中国建了一个东西叫做虚拟电站。所谓虚拟电站呢，其实就是很多的光伏或者这种零散发电了以后呢，它把它打包成了一个，实际上不是一个实际的电站，而是一个虚拟的，就是它把一个统一的虚拟电站可以到这个交易平台里去出价，说大家来去拍卖吧，我今天这个电是多少多少钱，对吧？这个现在在国内应该玩的还是不错的，嗯，但是玩着但是玩着就是出现负电价嘛，就是这种。我就没想明白这种期货电这个期货怎么卖的，这存储起来不，他还是只是买那个话。隔日的嘛，就是买明天的，他不能买明年的呀。好就是买的吧。这个也是比较近期的一些东西，所以咱们现在就是你用电好多都是在省一级进行这种就是电力交易中心的这种交换，啊，然后这个你比如说我这是这个就是中国耗电最大的应该是什么山东莱阳什么那种地方，就是电解铝的地方，那是属于耗电大的那种地级市，它其实它耗电比北京上海都大。那它的可能需要提前去储一些东西，是吧？说我保证说什么什么时候一定要有电，你别回我用的时候你没有了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做一些其他事情了。嗯，对，就是等于是说是你买了以后，到时候那些储能电站在低谷的时候就优先保证你的用电啊。对，它其发实它电低谷的买卖了这种东西，这种配额买完了以后，就跟储能电站没关系了，就是人家发电的时候就说我们算好了啊，什么什么时候有人用，我就多给你发一点出来就完了。因为它发电这个也还是需要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人用嘛？如果我发多了，用的人少的话，等于整个电网里的电压会上升的。哦，对，你要这么说倒真是，对，就是说是等于我也好做好我未来生产规划。对。生产规划，对。你比如说最后说，哎，你这个电站的卖了，我这电站没卖掉，然后咱们比如说大家都去竞价去了，
那最后就你多发点，我少发点，对吧？这个别最后说咱俩一块都发了，发完了以后电压上去了，或者说咱俩一块都停了，然后电压下来了，这事儿是不行的。行，你基本上说反了，实际上都用的时候电压应该是下来，然后不用的电压上去了。这个是吗？我怎么印象里应该是大家都发电的时候用电少，就发都的电多，发电，用的电少。对，然都发电，后电压就会我说的是上升嘛。都用电。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所以就是大家都提前把这东西计划好，他就干这个事了。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的，就是各省级的这种电力交易市场已经很完善了。然后呢，原来最早会出现很多这种，比如光伏大楼，就是我这一个楼全都是用的光伏玻璃。然后呢，这种东西呢，就是以前是不让他们并网，就是我记得当时是温州啊，还有很多这种地方建了一堆的这种光伏大楼。说，哎，你看我楼盖完了以后还可以发电，还可以那个挣钱，结果最后就不让他们并网。然后因为电力系统嘛，就是我凭什么让你并网？这每一家楼又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种单位嘛，你跟电力系统去博弈，你根本就博弈不了，对吧？那么最后说别费劲了，咱们把所有这些光伏大楼合在一起，你们算一个虚拟电站，对吧？然后你们统一到那个里边出价去，你就告诉大家说，哎，我明天几点到几点啊？这个是晴天阴天。我能发多少电出来，然后价格很便宜，你们谁要？大概是这么来工作的。对，这块现在已经蛮先进了。对，然后哎，像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种熔岩堆啊，或者是核电站这种东西，它的启停是不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呢？你就是首先啊，核电站这类的肯定是非常费劲的一个事儿。熔岩堆的话，可能比核电站还要费劲。因为特别是你想达到增值状态的你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了。你还得加油。对。对啊，你等于先启动一个小型核反应堆，所以真正的这个，比方说增值，如果我们考虑是增值，真的是完全进入土循环的时候，那你就更费劲了。差不离大概得达到一个27天以后半衰期嘛，对吧？就是跑起来就让它一直跑着。对，所以它很适合在航天上的应用了。如果它适合小型化，它真的是非常适合航天。航天就是一加速，我加速个，比我方说就一直加速就完了。不需要推力特别大，然后一加速2个月、3个月什么的，都是这样。耗电也是长期的都在耗，所以这还真是比较适合航天的。对，因为我们现在航母的话，就是福建舰已经基本上说开始喷号了，因为现在福建应该是018号，就是已经把那号喷上了。说这个呢，就基本上要列装了。人福建舰是最后一艘的这个，就是通用动力的这个航母，就是下一艘的话，常规动力的，下一艘就应该是核电了。那么核电的话，我们应该还是在上面装这个，清水堆，就是这种高压水堆，压水堆，装个压水堆，对，清水里的压水堆。是，因为这个现在据说是有2条新航母在那儿造着呢。对，就是说大家不要想着说，我觉得20年内那个中国就把这个土熔岩堆用到航母上什么的是不太可能的，肯定是相应要成熟的。这个东西不会用最先进的，肯定是用最成熟的。所以的话，中国的有091、092、093、094、到现在的095、096这6型核潜艇，那个压水堆经过了这么多次实验，应该已经技术是比较成熟了。那肯定是在那个基础上改进出来的。是，对，因为我刚才还查了一下，美国在前面就是中美贸易谈判之后呢，是限制了中国去购买核电厂里头的一些关键设备，而且呢，在这个就是等于前头是在哪儿，在瑞士谈完了以后呢，等于美国是限制了3样东西，第一个是这个 EDA 软件，第二个呢是乙烷还是什么，就是这种也是一种能源吧。然后第3个就是这个核电的这个关键设备是限制中国购买了。然后呢，到伦敦谈判完了以后，把前2项解开了，第3项等于没解开，
这个等于我们现在去造很多这种核电站的一些关键设备，就是什么西屋电器的一些设备呢，它现在不让咱买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呢，就是咱们自己造的这种叫新型堆啊，对这个玩意儿其实要求就是依赖并不大，但是呢，以前所有已经运行的这种旧堆啊，可能还是需要这些设备去进行零部件更换啊、维护啊、什么这个软件升级啊，这个还是有需求的。所以这反正还且折腾的这两个国家。对，那就是咱们主要的也都是清水堆嘛，有少量的重水堆，应该主要就是那部分。当时原来中美、中法都展开了这个核电的合作，应该主要是那部分受限。像第4代核电站的这种气冷堆，然后液态金属冷却堆和这个熔岩堆应该不会受这个限制，还真的是因为那都是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是，这个有人说在美西赶上一次直播很不容易啊，这个是真的。就是我的晚上8点直播，一般美西是可能凌晨几点，一般赶不上。对，然后这个10点钟这个时间就是对美西最友好的一个时间哈。对，有人说 AI 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是行业关注的事情，类似的 AI 的量化交易，老范可以关注这个。我觉得 AI 的应用这件事儿呢，还是因为我最近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AI 未来到底应该怎么用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也是，反正既然不上班嘛，大家就可以在家里头抱着脑袋想嘛。这个最近是准备做一期比较费劲的这种节目出来吧，但是这个要稍微这个积累一下啊，然后是这个技术上，我想应该是水力电站调节起来最方便，火力，这个不工作最佳工况是会亏本的。水利这种东西呢，你赶上枯水期，你咋调节？它就没水，对吧？你赶上这个雨季了，它只能泄洪，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能说把这个雨季囤在这儿水全都给它发了，这个还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火电基本上就应该主要就是屏风电站。火电就是比较典型的屏风电站，是。然后还有说，涂老师的时间基本都是适合身在美国的。你一般都几点直播？我一般就10点啊。早上10点直播，我一般是晚上8点直播。不，我现在改了，原来是老是做那个节目录播嘛，但是说句实话啊。大家听了别不高兴，就是说，每次录实际上呢，的确太费劲了，写稿，然后念，然后还要找配图，还要找，因为我的那个里面很多技术性很强，所以必须得把那些图一张一张都给找出来，然后跟大家那么讲，这有点费劲，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爱改成直播，这样的话我等于少了一个写稿的过程。最少也少了一个剪辑的过程，相应来讲工作量小一点。是，好的。这个还有人说，国内早上8点，现在是美西晚上5点，啊，冬天是下午4点，还行啊，好吧。这个我看看以后是不是也调整一下这个直播时间啊？但是我觉得，反正晚上8点直播，我自己还是比较舒服的。老范直播不是啊，我的读屏还是晚上8点，我的读屏还是晚上8点，就等于是我现在一些录播，原来是那个录然后剪辑的这类节目，我可能就把它改成直播了。对，这个确实会方便很多。OK， 我觉得前面还有人说啊，说老范这个对电力不懂 ，AI 还懂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我肯定不会说光讲这个我懂的东西啊，这个我会讲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会觉得好玩的东西，我就拎出来讲，对吧？这个跟我懂不懂这事儿关系不大，我不懂我找人懂的人说呗，对吧？土拨鼠就比我懂很多嘛，啊，然后这个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东西会出来讲，因为大家会发现国内呢，它经常有赢血，对吧？我们又什么赢了，我们这又强了，那又强了。然后呢，这些东西呢，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说我信啊，还是不信啊，还是怎么回事呢？对吧？我们其实是值得拿出来讨论一下。就今天之所以讨论这个土基熔岩堆呢，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怎么样了，而是因为这是国内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赢学的点，对吧？我们又赢了，
对吧？但这种赢学的点呢，我们还是要把它从技术、工程和这种商业的角度呢，把它想清楚。我们俩把它掰一掰，说这事儿到底行还是不行。这个事情呢，可能在未来它是有机会的，我们只能说，只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在看吧，还是说，它的第一期实验堆成功了，然后呢，验证堆还没开始盖，现在应该是开始批过了啊，然后到2030年盖完，然后真正的商用堆的话，可能还是要到2030年以后再去盖去，到那个时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话，我们也要把它这个事儿捋清楚，不是说我们现在发出来的电已经够大家用2万年了，你就算真发出来，你也没地儿存这东西。另一个是什么？然后老范，我插一句啊，就是说到航天这一块儿，就是说刚才现在屏幕上也在显示，就美国的这个Kilo Power， 它呢是已经介绍了用液态钠冷却，所以它属于液态金属冷却堆。和本质上讲，液态金属冷却堆和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呀？就是土熔岩堆。其实是都同属于第4代反应堆里的2个发展方向。相应来讲呢，液态金属冷却堆它的这个技术来讲比较成熟，因为世界上已经做了更多的这个反应堆，已经在实验运行了。所以的话，从成熟度上来讲，液态金属反应堆更成熟。NASA 选择它来做自己的未来的在航天器上的动力，我觉得选择是。就比较符合我们航天口来选择这个新技术的这一个选择方式。那现在来讲，这个比如土熔岩堆，他们说非常适合小型化，然后能不能放在航天上？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肯定经过努力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想的话，那我还要看它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是不是够成熟。其实从现在的成熟度考虑，还是走液态金属的路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中国也有液态金属堆嘛。中国也有液态金属堆，玲珑1号还是什么的那个就是也已经研究了很久了。是。然后刚才你讲到说这个土基熔岩堆是江家大公子领衔是吧？其实刚才我查了一下，他呢不算首席科学家，他叫 leadership 什么，反正有一个名词，但其实呢，他算是叫首席倡议者，就是他在最早开始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在首席倡议，然后但是后来实际上在建啊什么，包括总工程师啊什么，实际上都不是他，是姓徐这个。那个是不是？他是相当于一个项目的等于发起人吧？对，发起人啊，首席倡导者，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也在想说，国内这么多营学的事情，在讲这个土基熔岩堆到底是不是有点别的东西啊？那个就不是我们今天去探讨的东西了啊。那肯定不探讨。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至少从我个人的这种兴趣角度上来说吧，我会去把一些国内营学吹的比较猛的东西呢拎出来讲一讲。但是呢，比如说我跟土拨鼠俩人去讲这事儿呢。通常也不会说这东西一无是处啊，就是骗人的，这事儿我们也不会得出这样的这种结论来，对吧？然后呢，我们也不会得出结论说，哎，这东西就行了啊，这个中国赢定了。就是我们俩都是工程师出身，对吧？还是会说，从工程技术的角度上说，它发展到什么样了，现实什么样，国外怎么回事啊？这个可能会是我们这种节目真正要做的事情啊。至于说这个有哪些东西讲对了，讲不对了，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没法保证所有东西都是对的。对吧？这个只是说，哎，有营学了，感兴趣聊一下。其实老范你这么一说，我就在想，实际上应该早跟你聊，咱们可以前几年不是在吹那个核电池嘛？先是什么镍63核电池，后来又碳14核电池什么的，这类的这样的更可聊，这更好玩。是，就是有很多可说的东西，而且呢，这个也不能叫雀妹吧。就是像我们这种节目，属于是坐着费劲，听着也费劲，然后呢，听的人少，但是这个就属于工程师的这种小爱好，你怎么办呢？没办法，对，我们愿意聊，然后呢，有这个愿意听的人呢，您就听一耳朵，说，哎呀，这个很无聊的，这个我们也只能抱歉了，反正我们俩聊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对，然后可以拿去跟别人吹牛逼嘛，就是土堆怎对，么样，基本上大概你可以就说清楚了，是今儿我们而且算是把这个前因后果掰了一遍。对，对，而且以后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真的能做得比较好的话，那毕竟这么多土呢，是吧？那用起来还是挺对，好的，原来没对，用，就是你现在能变废为宝，挺好。对，做都做了，就是反正我们都把它弄出来了，就接着用呗。对，对，本来就是一些副产品，你把它变成宝了，多好啊！嗯。对，像核聚变现在发展到什么状态了？核聚变现在有的说不就是说是已经首次实现了这个就是净产出大于净投入了嘛？但是，是也有人有质疑，所以现在说不太好。我个人觉得啊，就嗯，是说是真正想是核聚变真正想你要是真想能够商业化，我觉得前嗯，提就是常温超导。没有常温超是，导，可能核聚变还是就还比较难。有点难度。对对是，对，最重要的就是常温超导，因为核聚变最少起步1亿摄氏度，对吧1亿度，然后你那个核聚嗯，变材料还要悬浮在空中，这全得是，是靠电把它来实现。你不管是用把电变成激光来实现，还是把电变成磁来实现，你全得是电。所以的话，嗯，耗的这些电怎么样能够降低这些消耗呢？就你呢，首先啊，维持这个机构的复杂度，咱们把它确定，基本上差不离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论的极限，复杂度就得有这么多东西。那是，你只能降低这么复杂的设备的自身的电消耗，希望把所有的电嗯，都用到给它加热和维持它悬浮在是，空中这两步上。那降低电消耗的核心就是超导，对吧？嗯，降电阻。所以的话，常温超导如果实现了，就是前2年不是说韩国的那个什么 LK99吗？如果要是啊，前两年对，我看那真的实现了的个话，那核聚变那个可控核聚变马上就能实现，就可以快是，速的商业化了，几年就能实现嗯，商业化。是。很好，很好。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然后下次我再看到什么营学有趣的案例，然后咱们再讨论啊。然后前两天说我们在海南新发的那个大号的货运飞船，那你讲过了没？大号货运飞船啊，就是加大版的那个天舟号货运飞船，对吧？对，这个也是那个最近的没有，营学重点。我可以去看看，但我其实啊，简单的来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这就是运载能力大一点儿，我觉得没有嗯，任何难度。以猎鹰9号火箭现在的运载能力，发个大的，或者说重型猎鹰，如果有需求做个大的，也都没有问题。这个好吧，我看看吧。是是是，因为最近国内也在吹这个，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再看看啊，特别是关于核电呀、武器呀，然后这个一些这种航天啊，咱们营学了呢，咱们就可以再去跟大家稍微的掰扯掰扯。好，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好，嗯，好，那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到这里，再感谢，见。拜拜。嗯，好，结束。